啊，照往例一样呢，我还是用这个手机用了老半天。我为什么要拍得这么痛苦？上一部片呢，我说要募资，我这次是认真的了，我真的要募资。我怎样？我用这个手机拍，我可能会每拍一次呢，我就减少2天的寿命，因为太难搞了。而且我发现，我后来的那个我的稳定器呢，一直出镜。你看现在我又看到我的稳定器了，这样的拍片品质会被人嫌，会被人骂吧？真的是哦，因为这个手机，三星的手机就很重啊，它这种旗舰机就很重啊，重的很像金块一样啊。我是就睡，我呢改名字了，我已经改很多次了。我上次没有解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是说我不是 Anna Sui， 很多人可能会说，那不是念Sui，那是念苏，就是苏东坡的苏，就是说他姓苏，所以他叫 Anna Su。但是呢，20年前呢，早在20年前呢 ，Vogue 台湾 Vogue， 我那时候呢还跟我室友，我们就在那边研究。我说为什么他的官方呢，他官方释出来的影片呢，在他的官方网站呢释出的影片呢，一直叫 Anna Sui Anna Sui Anna Sui。我们说他是在睡什么啊？怎么会叫 Anna Sui 不是 Anna Su 吗？我室友也很好奇，后来我还打开影片让他看，他看了以后也是很吃惊，他们就真的念 Anna Sui。这个Sui呢，也刚好同台语的美，我觉得这其来有自吧。所以呢，我从20年前我就开始，我就跟 Vogue 一样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念 Anna Sui。那至于旧呢，我也是在20几年前，20-30年前，那时候九妹还是小学生吧，小学1年级嘛。其实那时候呢，我就用旧这个名字，因为旧呢，它是在英文里面呢，它是很少数的，是一种，我们中文里面也有啦，就是它的名字呢是男女通吃，就是男女都可以。它是中性的名字，有女生叫 Jo， 比如说那个我忘记了什么世界名著的什么奥斯汀吗？奥斯汀里面呢，其实它也叫 Jo， 很多人都会叫。我那时候在台北，因为那时候这种一个字的英文的名字的发音的名字非常的少，很多人还不会叫我的名字。那时候他们都说，哦，不是叫 Joy。那我的
另外一个朋友呢是叫我阿啾，因为一个英文发音的名字呢，对大家来说那时候非常的新奇。那也是因为我的男同志身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取一个中性的英文名字呢，非常的时髦。所以呢，我之前呢也说，我不是在蹭九妹呢，我早在20-30年前我就叫Joe了。那时候大家还不会发音，大概我的论述是这个样子。今天这个真的是，今天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片，以我的年纪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呢，新闻上面都有说，现在呢是太阳风暴，这24个小时之内呢，有地球磁风暴，我乱念一通，反正我等一下上字幕再用吧。所以呢，非常的危险，就是说它会引发高血压，然后呢，急性新冠症跟中风的风险呢，比平常高达25%到60%。非常高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片，也是可以这么说啦。然后讲起来，这个拍片的疯狂行径呢，我比较有印象的呢是四角恋。哪一个四角恋呢？就是 Hook、阿弟、提塔哥哥。哇，另外一个我想不太起来，怎么办？另外一个是高高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？我想不起来哎。他们呢去欧洲的时候呢，没有，他们是去美国。结果他们在民宿里面呢，那也不叫民宿，那个叫什么 B&B。他们在民宿的时候呢，互拍，一整天互拍个没完。他们还有一个有趣的游戏，说谁就是比赛谁能够先把他们的摄影机放下来。那个就是变成一种瘾嘛。我上个影片也说，这个拍片拍久了呢，会有一个瘾。不拍呢，感觉好像浑身不对劲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也就长话短说，因为现在非常的热，而且又是这种，因为前2天呢，太阳的那个太阳风，还有太阳黑子引起的引起的风暴呢，引起的那个太阳风暴吗？还是什么？今天已经传到地球上来了。所以呢，非常的不知道我现在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。不会等一下就要晕倒了吧？所以呢，今天不拿来拍片太可惜了。所以呢，虽然我待会呢要去我习惯去的那个咖啡厅呢，去上一部影片，就是我前几天拍的。我要休息一下。我所谓的休息呢，就是我要到阴暗处。各位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上次台风之后呢，它长得非常快。我现在已经有可以遮阴的了。你看这边后面的这个树呢，它的树叶长回来了，真的是好快哦。如果我们人的修复能力有植物的1半快就好了。
尤其是心理上的修复呢，非常难。这好像不是我的领域，我好像把自己这个好像太深奥了。我呢有带这一个，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我想要开箱，因为我上次呢，我就是这样在海边、小路边开箱我的 Sony 耳机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在中间第4还是第5支影片有提到的，我被强迫推销了。我一直都没有开箱，因为我一直在考虑说，我到底要不要拿去退还，因为我觉得我被强迫推销了嘛。可是呢，我又不想当奥 K， 你懂那种吧？而且现在电信公司越来越少间呢，现在变成3大电信公司而已。然后我要听这个我被强迫推销的这个柜员，我要听他的建议去把它卖掉吗？你看他有多离谱，他叫我拿去卖掉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电信公司呢？其实我那时候听到，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应该有反应了，结果我还傻傻的被他强迫推销。我这个要付多少的月租费呢？非常高哦，我要付到2700耶。然后再加上我 Netflix 的那个月租费，哇靠，我都要缴3000多块的月租费，要缴3年耶。我还可以活3年吗？然后我怎么可能拿去卖掉这种事呢？我承认啦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做过这种事啦，在台北。在台北呢，有很多那种潜规则，也不是潜规则，它就是一种很多阿萨布鲁的赚钱方式吧，或者是很糟糕的赚钱方式，或者是急用的时候要用钱的方式。那时候呢，就会有曾经呢拿到一个新的手机呢，拿去变卖，这不违法，可是呢是一种，可是就是会，它不是很入流，也不是很光明正大啦，虽然它合法，但我就是不想啊，我为什么要？我已经离开都市，离开台北10几年了，然后在这种这么美丽的地方，然后去做那种不入流的事情呢？好吧，我还是把它拍一拍开箱吧。我曾经想过啦。我要不要办抽奖，在我的频道办抽奖？我知道很多那种3C YouTuber 都在做这件事情。我想要贿赂我的观众，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所有的新手 YouTuber 呢，他的教学或者是他老前辈的忠告呢，都是叫你不要这样子去贿赂你的观众，因为那个可能得到一时，可能给你多个
10个订阅吗？还是100个订阅？它没有一定的功效的，你反而这个事件过了以后，你正品的这个事件过了以后呢，你的那个反而会掉，你的数据反而会掉。哇，这个币池风暴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哎，我感觉好像不太能够喘气。而且特别是我每次都是挑这个时间来，因为这个时间呢比较没有人，它也没有什么人呐，除非是周日吧。然后呢，我也比较能够安静一点，然后可以想一下我的所说的话。我这2天在家剪片呢，我拍的上一支片呢，我这个3轴稳定器已经到一种没见户的好像没政府的状态哎，它真的有够夸张的哎！啊，这就是没政府那边的中国制造的啊，中国品牌啊，这也可以扯！我的妈！哦，我这样会晒伤哎，我还是不行。除了晒伤之外呢，我可能还有中风的风险，所以呢，这部片不会拍太长。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，就是在币池风暴下呢，用3C产品，然后呢，一个老人冒着生命危险，然后在呢海边呢曝晒呢拍片。因为上一支片呢，我有聊到说我的人设嘛，我想一开始做 YouTuber 的人呢，他一定会想建设某一种人设，然后吸引某一族群的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个没有用啊，对我而言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呢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不拍片还好，一拍片呢，我的外形呢，还有我讲话，我的一切呢，暴露在镜头上的时候呢，哇，一切都被放大检视了，我才发现我真的老了欸。虽然那时候。虽然这10几年呢，我在北部的时候，我就做着非常服务业比较偏劳工的工作，可是回来之后呢，我做的呢是更劳力阶级的工作，然后做了10几年以后呢，这2年我就发现说我的身体真的不耐操了，就是别的年轻人呢做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可是我做起来呢气喘吁吁。你没有发现我现在就在气喘吁吁？因为人老了呢，他的就是身体机能会下降啊。我们又不像那一些有钱人哦，就是健身。饮控，那些是很陌生的名词哎，那些对我们这些劳工阶级的人来说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虽然我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，当然啊，我在台北的30几年也不是白待的啊。你可以发现呢，这个海浪呢，有点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就是有点蠢蠢欲动啊，有点躁动不安啊，而且海浪有比平常大一点。
哇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地磁风暴。我想卖命演出，可是我还要命啊！啊！应该有人发现呢，我后面很少在剪我的影片了，因为我觉得那样有点，那样画面跳来跳去，我又不是在剪那个 short。那种画面跳来跳去，大家也看得很不爽吧？那刚刚看过来这边的人呢，会觉得说这个老人在干嘛？我在遮阳，因为地球风暴下呢，我还是要小心为妙。你们也不是开玩笑的。哇，我这个滴汗如下雨耶，不行。对啊，我为什么我知道，很多人可能会建议我可以学老高，就是去说故事，去剽窃，我在揶揄他啦。这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呢，比如说一个很棒的说书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不要，我有想过可是老高毕竟不是我没有说错话哦。老高不是我啊，他没有经历我经历的事啊。我经历的事根本就讲出来呢，大家可以慢慢品味。然后它是有别于一般人呢正常的人生、正常的生活经历，所以我才不要像老高一样啊，去讲什么红衣小女孩啦，什么生物啊，他抄 NHK 的什么生物的演变啊，物竞天择啊，那是因为他的经历太贫乏了，贫乏无味。我不一样啊，所以各位没听错啊。我可能后面我会说一些我的一些经历，再让大家了解。今天呢就比较乖，今天这个3轴稳定器呢就比较乖，没有像上次一样呢给我跌倒了好几次。最后呢，让大家看一下海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再拍了。虽然我镜头前呢，我每次剪呢，我都觉得，因为我不是拍得很，我没有拍到4K 啦。要不然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脸上的汗啊，我湿掉的衣服啊。
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剪辑老师的建议啦，他是说不用拍到4K，以我的拍摄的方法，还有我在拍，因为我不是拍风景、文明，我也不是拍画面美、文明。虽然我很在意啦，所以我为什么一直都是在海边拍片呢？因为我觉得至少是美景吧，至少画面很美啊。我又不像夏河东渡的夏河那么有钱，还住了一个豪宅，我没有办法像他拍豪宅里面的樱花，豪宅里面的气派的装潢。我们就是一般人啊，一般的小人物啊。这好像又刚刚跟我讲的有点出入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说我的生活经历很不平凡，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好了，在地球地磁风暴的拍片呢，在此结束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